Hello， 大家好，我是 Z， 欢迎来到 Z Channel。今天呢，我们将分享一个很有趣的课题，也就是记忆。相信这个课题大家都会很有兴趣，而且在影片的结尾呢，我会跟你分享2个我本身所使用增强记忆的技巧，所以记得留到最后哦。记忆为什么对人类这么重要？其实对人类的生存是有很大的意义。记忆这样东西在古时候呢，对人类的生存有很大的帮助，因为我们会通过记忆知道什么食物是可以吃的，什么地区是我们可以去的，从而避开种种的危险。而现今的社会呢，记忆更加大的作用是帮助我们学习，以及记忆，以及处理人际关系等等。那基本上除了我们知道的长期记忆以及短期记忆，记忆也有分成2大类。第一种我们叫做叙述式记忆 （declarative memory）。陈述式的记忆基本上就是我们的意识所能够表达出来的。那比如说，你可以去向你的朋友解说关于你昨天所看的一部电影，这就是所谓陈述式的记忆。而第2种类的则叫做非陈述式记忆，也就是 non-declarative memory。非陈述式的记忆呢，基本上是我们意识层面很难去表达清楚的，例如你骑脚踏车的能力，以及一些习惯等等，这些呢都是我们在意识层面很难具体去描述的一种记忆。而基本上记忆呢，就是4个过程：编码、储存、找回以及遗忘。编码基本上就是把我们的感官对于我们周围世界吸收的资讯转换成一个我们大脑能理解的语言。在我们之前的影片也有提过，当光进入我们的眼球之后，它会转换成电子脉冲，然后传达到相对的脑区域。这个就是一个编码的过程，它把外界的资讯转换成一个脑袋能够理解的语言。而有些资讯呢，编码是很容易完成的，但是有些呢是比较困难的。例如，如果我要你回忆起你昨天晚餐吃的东西是什么的话，通常你会很快的就记起你昨天的晚餐吃的是什么东西。然而有些呢是涉及技能啊、技巧等等，这类型的编码是比较困难的。而这本书作者也有提到2种让编码更有效率的方式。第一种呢，就是尽量了解更多的详情、更多的细节、更多的内容，因为在通过更加详细的描述过程当中，它会加强我们对编码这个过程的理解以及能力，让这个编码能够更有效的完成。第2点就是在编码的过程当中，我们对环境也会有一种吸收的能力。因此呢，如果我们要回忆起某些东西的话，在相同的环境之下，会更快的回忆起你所需要的记忆。一开始影片提到的长期记忆跟短期记忆呢，就跟储存有很大的关系。我们的感官无时无刻的都在吸收不同的资讯，那这些资讯呢，都会暂时储存在我们的短期记忆里面。如果我们没有去使用它，没有去处理它的话，它们都会消失。而研究也显示，当一个人学习了30天之后，他会把他98%所学习的记忆都遗忘掉，而其中大部分所遗忘的资讯都是发生在前面短短的几个小时里面。因此，我们需要对这个短期记忆里面的内容进行一些处理，不然的话，它就无法进入我们的长期记忆。而长期记忆呢，就是长期储存在我们脑海之中的回忆，它一般上呢是不会浮现的，除了来到我们的第3个阶段，也就是找回的时候，那它才会被激起。一般上，如果你需要找回某些回忆的话，我们都需要一个触发点。这个触发点呢，它可以是任何的东西，它可以是一个画面，它可以是一个味道，甚至是一个想象都好。只要有了触发点，我们就会进入我们的长期记忆，然后引起相对相关的记忆，然后带到我们短期记忆当中进行处理。也就是说，我们的长期记忆呢，其实是会变化的。
如果我们把这个长期记忆跟我们最新的这个资讯做一个连接的时候，这个长期记忆呢，它将会多出其他的资讯，再回到我们的长期记忆里面。因此，这个环节是学习里面重要的一环，因为我们成年人学习的方式就是把新的吸收到的资讯，去与我们原有的这些记忆做一个连接。或许有些人会说，如果我能够不遗忘，那该多好啊！可是遗忘呢，是我们人类一个很重要的能力，因为呢，在我们的过程当中，如果我们不遗忘的话，那我们会消耗很多的脑能量去处理所有的资讯。毕竟，我们的5个感官无时无刻都对我们的周遭吸收不同的资讯，因此遗忘呢，可以帮我们排除，并且帮我们专注在重要的东西上面。我本身对记忆这块东西是很有兴趣的。我曾经学过一段话：长期记忆就是把我们的资讯乘以我们的情绪。如果情绪这个波动越大的话，那我们这长期记忆呢会更加的深刻。相对的，如果这个情绪是0的话，不管什么资讯乘以0的话，那我们得到的长期记忆都是0。因此，接下来我要跟你分享2个一般上我用来做记忆的一种方式。第一个就是图像化。我们的脑其实更倾向于图像而非文字。比如说，今天我要你想象一颗苹果，当你闭起眼睛想象的时候，你会想到苹果的图形，而不是苹果这2个字，或者是 APPLE 这样的一个字母。因此，图像更加容易的让我们这个编码的程序会快一点。而当你把资讯图像化之后呢，就对我们的原有记忆做一个连结，也就是第2个技巧。要注意的是，在连接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尽量让它变得比较有情绪化，比如搞笑一点。那这样的话，我们印象会更加的深刻。打个比方，你今天要去购物，那你有一系列的东西需要去购买。如果你想要把这一系列的东西记起来的话，首先你必须把每样东西都图像化，而不是单单只是看着文字。因为文字只是一个符号，这在我们的第1期的影片有提过，你可以去观看。当你把这个购物的清单图像化之后，接下来你可以把它做一个连接。连接的方式有很多，其中一种就是利用你的身体去连接。比如说，你今天要买一颗鸡蛋，你可以想象自己的头就是一颗鸡蛋，然后里面的脑袋就是蛋黄，然后就是很脆弱、很搞笑的一个方式。那只要你去到超市的时候，你回想起头的时候，你自然会记得你需要买鸡蛋。当然，这只是一个简单的例子。那如果你对学习记忆力、加强记忆力有兴趣的话，你可以在下面留言给我知道。如果有很多人都对这个记忆力有兴趣的话，或许我可以做一系列的视频去教导大家如何增强自己的记忆力。好啦，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下一期呢，我们会继续为你分享更多关于这个大脑12原则的内容。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视频，记得点阅、按赞或者分享给你的朋友哦。下期见。